稳住你的笑定档8月21日，翟艺莹、程一航从校园心动到一生相守，这次真的甜到最后。如果你最近正在寻找一部可以从校园一路甜到婚后的短剧，那么翟艺莹和一航的新剧《稳住你的笑》可能真的会成为8月下旬最值得期待的一部。最新消息显示，这部由翟艺莹和一航主演的新剧已经释出最新剧照和相关物料，平台方面也已经出现排播信息，暂定于8月21日上线。更让人期待的是，这一次两人的故事并不是简单的相遇、暧昧、误会、分手套路，而是一段真正从青春时期开始，一路走到大学、毕业、求婚、结婚，甚至拥有孩子的完整爱情故事。也就是说，这一次他们不是只负责谈一场恋爱，而是直接把爱情的终点都演给你看了。而从目前曝光的剧情来看，翟艺莹饰演的南昭和一航饰演的金耀之间最大的看点并不仅仅是甜，而是治愈。南昭18岁那年，因为一些原因转学来到宜城，人生刚刚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，他却不得不暂时住进金耀家里。对于一个刚刚离开熟悉环境的女孩来说，这个改变本身就意味着很多未知。新的学校、新的同学、新的生活环境，还有那些无法轻易向别人诉说的过去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金耀出现了。他并不是那种一开始就把我喜欢你写在脸上的男主，恰恰相反，他更像是一个默默站在南昭身后的人。南昭遇到困难，他会帮忙；南昭学习遇到问题，他会耐心辅导；南昭面对校园里的欺负和压力，他也会在关键时刻站出来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没有试图强行打开南昭的心，因为金耀很清楚，有些伤口并不是一句别难过就能够消失的。南昭过去经历过家庭暴力留下的阴影，这也让他在面对感情的时候格外敏感。所以金耀对他的保护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英雄救美，更像是一点一点告诉他，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愿意站在你身边。这一点其实很容易成为这部剧最打动观众的地方，因为很多爱情剧都喜欢写轰轰烈烈，男主为了女主可以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女主也会因为爱情彻底改变人生。但稳住你的笑目前呈现出来的感觉却更加生活化。金耀可能不会每天说100遍我爱你，但他会记得南昭需要什么，会在他难过的时候出现，会在他被欺负的时候保护他，也会在他没有信心的时候告诉他你可以做到。这样的感情其实更加容易让观众产生代入感，因为真正让一个人产生安全感的，从来都不是一句特别浪漫的告白，而是很多个微小的瞬间。而翟艺莹和一航这次的搭档，也让这部剧的氛围显得格外青春。翟艺莹本身就很适合这种带有少女感、清甜感和脆弱感的角色。当她饰演一个刚满18岁的女孩时，那种青涩感很容易让人进入故事。而一航饰演的金耀则更偏向温柔、克制、可靠的类型。两个人放在一起，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反差。南昭是慢慢打开自己的心，金耀则是慢慢靠近，一个需要被治愈，一个愿意陪他走出阴影。于是两人的感情并不是突然发生，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相处中逐渐发生变化。可能最开始只是同学，后来变成朋友，再后来变成彼此最重要的人。这种感情推进方式，对于喜欢校园爱情故事的观众来说，真的很容易上头。因为观众可以清楚看到他们关系的每一步变化，从第一次相遇到第一次真正关心对方，从一起学习到一起面对校园生活，从互相依赖到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离不开对方，这才是这段爱情最甜的地方。不过，稳住你的笑并没有把故事停留在高中，这也是它和很多青春短剧最大的区别之一。高中毕业之后，南昭和金耀进入了同一所大学，两个人一起走进大学生活，也意味着他们的爱情将进入新的阶段。高中时期的喜欢可能很简单，每天见面，一起学习，一起放学，偶尔偷偷看对方一眼就已经足够开心。但是进入大学以后，现实问题开始变多，两个人会遇到学业、未来规划、人际关系以及感情上的各种问题。也正是在这个阶段，他们必须真正学会如何经营一段关系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，
这部剧其实并不是单纯的校园甜宠，它更像是在讲一个女孩如何重新获得安全感，也讲一个男孩如何从默默守护，成长为真正可以与他并肩面对人生的人。而如果你以为故事到了大学毕业就结束了，那就更加想不到了。因为这一次，编剧直接把爱情线拉到了人生下一站。毕业之后，金耀向南昭求婚。从校园里的少年少女到准备走进婚姻的成年人，他们终于从我们喜欢彼此走到了我们决定一起生活。这个转变其实非常重要，因为恋爱和婚姻完全是两件不同的事情。恋爱可以只看感觉，但婚姻意味着责任、陪伴、理解和共同面对未来。而金耀最终选择向南昭求婚，也意味着他已经从当年那个默默保护他的少年，成长为愿意承担未来的人。对于南昭来说，这场求婚的意义同样不只是浪漫，因为曾经的他害怕家庭，害怕伤害，也可能害怕再次相信别人。可是最终，他却愿意把自己的人生交给金耀，这其实就是他最大的成长。他终于明白，原生家庭带给自己的伤害并不能决定他未来的人生。过去发生过什么，并不意味着未来也必须重复同样的故事。而金耀的存在，也让他重新理解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家。一个家不应该让人恐惧，真正的家应该让人感到安心。这也是这部剧最容易让观众产生情绪共鸣的地方。当然，最让粉丝期待的，还是两个人最后真的结婚了。不是开放式结局，不是突然戛然而止，也不是多年以后他们依然爱着彼此，而是直接给观众一个完整的答案。他们结婚了，他们举办了婚礼，他们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庭，甚至后来还迎来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从18岁第一次相遇，到一起读高中，一起进入大学，再到毕业、求婚、结婚、生子。如果把整条故事线放在一起看，你会发现，稳住你的笑真正想讲的其实不是一场短暂的心动，而是一段从青春开始，最后走完一生的爱情。这也是为什么目前曝光的剧情会让很多观众觉得特别治愈，因为现实生活里的爱情并不一定都会有完美结局。所以在影视剧里看到两个年轻人从相遇开始，一直陪伴彼此走到人生最后阶段，本身就是一种很美好的幻想。而翟一莹和一航这次的组合，也很有可能成为这部剧最大的讨论点。尤其是对于喜欢短剧的观众来说，大家现在越来越不满足于只有几个高甜片段，观众真正想看的是人物之间有没有化学反应，剧情有没有完整的情感逻辑，以及这对 CP 能不能让人真正相信他们相爱。从目前释出的画面和剧情来看，南昭与金耀的关系至少在设定上已经拥有了很强的情绪基础。一个女孩带着伤来到新的城市，一个男孩没有急着改变她，而是选择陪着她。他们一起长大，一起面对困难，也一起走向未来。这类故事最大的魅力就是甜，并不是凭空出现的，每一次甜都建立在前面的陪伴之上。所以当金耀最终向南昭求婚的时候，观众会觉得这一刻不是突然发生的，因为他们已经一起走过了太多阶段。而当两个人站在婚礼现场的时候，观众看到的也不仅仅是一场婚礼，而是一个女孩终于走出了过去，一个男孩兑现了当年的守护，也是他们从青春走向人生的证明。目前按照公开排播信息，稳住你的笑将于8月21日上线。对于翟一莹和一航的粉丝来说，这一天显然值得提前期待。尤其是如果剧方后续继续释放更多校园时期的高甜片段，相信这对 CP 的讨论度还会进一步升高。毕竟在短剧越来越强调节奏和反转的今天，一部能够从18岁一路讲到婚后生活的爱情故事，反而显得非常特别。他没有把爱情停留在最心动的那一刻，而是告诉观众，真正让人羡慕的爱情，也许不是第一次见面时有多浪漫，而是很多年以后，两个人依然愿意站在彼此身边。南昭曾经害怕爱，金耀却用漫长的陪伴告诉他，爱也可以是安全的。他们从校园相遇，到大学相伴，再到婚姻和家庭，最后他们不仅拥有了爱情，也拥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。所以这一次，稳住你的笑
或许真正想让观众看到的，不只是稳住你的笑。